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10月11号啊，这个是一个长周，可能很多朋友感觉这周怎么这么长啊？你可能还需要上很多天的班儿。我们先聊两个有意思的小实验，一个是海新明的，一个是磁悬浮汽车的。另外啊，我们讲一下 LK99的专利以及之后的专利大战。这个估计是跑不了的啊。我们先看一下海新明的这个小实验啊。海新明呢，不是花了8、9个小时又烧了一炉丹吗？挨个在挑有意思的这个样品，他又找到了一些和我们之前看过很多次一样的这些小东西，小片儿。那么他玩这个是乐此不疲啊，每一个视频都10多分钟啊。但是这里边啊，我看到有一些这是一个片状的哈，还有其他的，很有意思。它这个这个直接就到边上了，看到吧？因为磁极的这个边上这个磁强度比较高嘛。那么它是在磁铁上的反复做实验，挑出那些铁磁性更强的，对这个磁铁响应更多的。然后下边很多网友都在建议啊，你下一次的时候啊，多烧点。看他拿着小东西，可能觉得有点太小了，是吧？实际上呢，他烧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这都是破碎过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磁悬浮汽车啊，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磁悬浮汽车做的东西，它是不是都是假的呀？有点当初在 B 站上那位叫什么阿翔啊什么那个视频，但是我看他这个视频啊，那还挺好的。这是一个很小的颗粒，这个在这个线圈里边，你看到吗？它一直在跳动，它既不靠这边也不靠这边，在跳动。看起来它这一炉烧的还是不错的。线圈通电之后呢，这个线圈不是产生磁场吗？它就把这个铁磁性小块也磁化成一个小磁铁了，是吧？但是它就是受的力呢，因为不是足够大而且呢，应该是靠近线圈壁的这个磁感强度最大吧，中央区可能是比较弱的所以呢，它受到这个力之后呢，因为它的质量大小正好合适，它就不停震动。如果可能再稍微大一点都不一定震动了，因为在中间的时候呢，可能我觉得在磁中央区是不是这个磁力最弱的呀？如果它大的话，我估计它会直接的再大，它会直接吸引到这个线圈壁上了太小的话，比如非常非常小，可能也不会震动。而它现在放到里边这个东西这个呢，我觉得好像是正好。当然如果它增大线圈电流是吧？加强磁场可能会让这个震动更剧烈这是这两个韩国网友的浮现小实验，很有意思。接下来啊，我们就聊今天聊的主要话题就是 LK99 的这个浮现实验。那这个视频啊，到现在还是挂在韩国量子能源研究所的 YouTube 官方网站上，但是你打开以后看不到，只有知道链接才能看到。它设置的是一个知道链接才能访问的这么一个功能。大家知道啊，这个 LK99 啊，从公布开始啊，就一直面临着论文大战、专利大战。实际上那么专利保护啊，一直是 LK99 从开始到现在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那我在之前啊，实际上是做过一期视频的就是讲是这个 LK99 的专利因为有一位顶尖的专利律师在解读这事儿，听听上一期视频这是大概在4周前那个视频。很多事情都已经比较清楚了比如论文的内容、事情的来龙去脉LK 兄弟追随恩师矢志不渝，完成恩师的夙愿，听起来很感人。但是另一方面，没有一家能够复现 LK99 的实验，也让这件事蒙上了很深的阴影。但实际上LK99 的神秘面纱并没有被完全摘掉。也许中国和日本的专家正在潜心研究、偷偷实验，想摘掉这个面纱。LK99 的专利就是薄膜超导的部分。当然，按照中国清华大学张子立博士的看法这个 LK99 的专利就是薄膜。好，这就是 LK99 的专利。当然不光是薄膜专利了，还有很长的部分那他们也进行了非常严密的专利保护。我说的是专利保护呢，是他们在他们的专利申请的时候对分子式对合成方法对可能的选项都进行了描述就是进行专利的这个保护。但是 LK99 还是棋差一招，
这个原因呢，就是提前公布。那个现在的这个专利制度啊，实际上是从英国开始的，是吧？往前追溯大概能到18世纪的英国啊。英国呢，就从17世纪开始呢，英国就开始实行有限期的专利保护制度。这里边呢，像弗朗西斯·培根呐、牛顿呐，甚至像王尔德啊，这个都已经这个做出过相应的贡献。牛顿是铸币厂的厂长啊，当过，是吧？他这个当造币厂厂长的时候呢，他鼓励员工发明创造啊，也建立了一定的激励制度。那在约翰洛克1690年的《政府论》一书中啊，他就系统阐述了专利产权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所以这个专利制度呢，从16世纪末17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形成了可以说我们地球上最完备的这么一个知识产权保护系统。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确实是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但是也常常被人诟病，是吧？那一项新材料的专利啊，像 LK99 这个专利，用铜掺杂铅磷灰石烧结后生成这个室温超导合金，声称的包括一些特殊磁性的半导体，显然呢是具有极大的商业价值。那对于这个发明人来说呢，他们本来是应该悄悄的完成所有工作之后，申请完专利再弄。你初始阶段是不是一定要保密啊？你不能公开这个发明细节，保护核心技术。实际上呢，他们做了一部分，但做的不彻底啊。那么到现在为止，第一，顶刊没有发表；第二个呢，很多机构没有拿到他们的复现，他们这个研制的这个样品，大家都是还处于一个薛定谔这么一个样品的阶段，它到底是和不是，就分成了在中国这些爱好者里边都分成了既和导的两派，是吧？所以他前期的这个保密工作做得不好啊，就是这个高丽大学的全教授提前公布的这个事儿。那实际上这个事儿吧，我们也不能全赖全教授。那在今年4月份，实际上他们在韩国杂志上就公布过韩文的论文，后来又发了这个语音版，是吧？那第二个呢，就是申请专利过程中按道理应该保密的避免这个关键内容提前泄露。那实际上呢，这个专利到现在为止除了李世培自己的那点 know how， 就像这个全教授说的只有李世培自己能合成怎么样的，其他的这个大部分内容大家都知道了，地球人都知道了，所以这个专利保密做的是相当的不好。再一个呢，他在保留核心技术这块可能做的还不错，这也是专利申请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你比如说，你专利申请需要描述详细的方案，对吧？以充分得到保护，但是可以只公开部分内容，保留核心的秘密。那现在看起来呢，大家都复现不了，可能就是有一个核心技术，确实他没有公布，当然也有一种可能，他就没有核心技术。那我们上一个就这个视频里边讲的里边，其实我们讲过，如果这个专利无效，它应该怎么办？实际上是有说法的那现在呢，他的专利申请了好多，但是好多还没批下来，好多还有争议。比如说那位高丽大学的全教授，是吧？他还是要加入到这个后续的几个专利的申请人里边，所以这里边还有很多的未知的东西。所以 LK99 应该说他们在前期的这个研究工作坚持20年也好怎么样也好做得不错，但是专利申请这块我认为是出问题了。论文都不是最主要的，是吧？你专利这个申请是最关键的，因为它是一个商业机构量子能源研究中心是韩国的一个商业机构，用咱们话说叫小微企业，小微企业。所以现在呢，保密做了一半，就是所谓的核心可能保着呢，其他的都敞开了，并且它的专利还没有完全被接受，所以现在看起来大量的仿冒甚至是创新超越它技术的创新都可能出来。所以 LK99 包括这个韩国量子能源研究所，如果想保护自己的专利是非常难的。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我不是一直在关注韩国这些网友的视频吗？他们自己韩国人在那些韩国视频里边留言，留的都是什么呢？我见过好几条这样的，哎呀，这个专利到最后肯定也保不住的呀，不是被中国夺走，就是被美国夺走。这说的话吧，听着好像是怎么说呢，有点别扭，实际上差不多是这个理儿。说实话，如果是这种小微企业，韩国量子能源研究所，它持有这 LK99 专利它
真可能拿不牢。但是啊，如果三星持有了它股份，那就不一样了。所以现在啊 ，LK99 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寻找战略投资者。现在有个难题啊，寻找战略投资者，你的这个研究成立不成立，是吧？只有和大公司合作，获得资金的支持，还有背后它的势力的支持，利用这个投资的渠道呢来商业化，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你比如说这韩国人他自己嘀咕的是吧，不找美国就得找中国，要不然保不住这个知识产权，保不住这个技术。他这个意思吧，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是吧？你就算三星拿到这个技术了，你就牛吗？没有美国的设备，你能造出东西来吗？没有中国的市场，你能卖出去了吗？所以还是离不开中美两个大国在夹在中间。但是对韩国量子能源研究所来说，找到一个大的战略投资者，有势力的，我觉得这是他们目前一个想保护住自己这碗饭，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你还是要和行业龙头合作。到现在为止啊，这个超导行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大的行业了。几周前啊，我们给大家介绍韩国介绍那个欧洲超导年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个网站的第一页上就有10几家赞助商，其中4家我印象中是中国的，包括上海超导啊等等等等。那也包括美国的和日本的，我印象中还有欧洲的一些这个赞助商。这些赞助商都是目前来说龙头企业实际上这些龙头企业我猜他们的实验室也是彻夜在熬夜，也在做这玩意儿首先我照你这个复现成，我不吭声，我在改良配方，我在模仿创新。你看一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事儿已经被我们验证过了，对吧？比如说咱们南京大学那篇论文，人家压根就没提 LK99，你还没啥话说对吧？再一个呢，就是和科研院所合作，把这个专利技术呢应用更快的推广。但是现在看起来呢，科研院所呢，他找的是美国马利大学的这个金教授，看起来他们和韩国的这些大学，除了大邱的那个大学之外，就是能源工程学院之外，别的好像关系都不太好。包括李世培自己的母校，看起来呢，也不是特别向着他的，我感觉从说话上来说。所以呢，现在想保护自己，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和大企业战略合作，和这个超导现在占有优势地位的这些企业合作。靠他自己那么一个小微企业发展，那根本就没可能，是吧？至于说生产这个到现实中去用，那还早呢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呢，技术壁垒也没有多少技术壁垒。你说这个 LK99 专利技术壁垒有多少？一旦这种新材料合成一旦别人掌握了之后它就烂大街了只有靠所谓的这个专利来保护。实际上今年的诺贝尔奖就给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我们前面借过诺贝尔的生理和医学奖，就是 mRNA 技术的那2位发明者，有一位女科学家，还有另外一位这个男科学家，是吧？他们俩人呢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他们就通过授权其他公司使用他们的这个技术，是吧？莫德纳呀、辉瑞呀，是吧？BioNTech就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吧？他们也通过这个在获奖过程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尽快的应用，今年的诺贝尔奖都不一定是他们，是吧？所以呢，适当的开放自己的专利，也是能让它存活。授权就是这种授权别人使用，第一获得这个比较可观的专利费用，自己先活下去，实现部分商业化。第二个呢，这个合作提升你的影响力，你影响力势力大了，自然保护你的势力也就多了。所以现在呢，他们这个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可以说给他们做了一个精彩的例子。那实际上呢，如果这个技术在别的国家，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它就发生在韩国。所以现在来说呢，我觉得韩国人可能心里边是七上八下你比如说尊重知识产权不要仿冒这都是一个说法，一个 saying， 是吧？真正做起来大家知道这个专利竞争、论文竞争，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那么现在来说呢，比如说在这个专利上我觉得马斯克的这个说法呢就很有意思。你比如说马斯克呢曾经就他的这个 SpaceX 就是他那火箭公司的技术呢，他曾经讲过几次比较有意思的话。他觉得呢，我那火箭技术
我就不申请专利，我一申请写的明明白白的，你们照着都学会了是吧？但是他那个特斯拉汽车呢，他申请了很多专利，但是他还都开放了大部分是吧？火箭专利为什么他要不申请呢？因为整个火箭的这个研发呀，火箭发射的一级火箭的这个回收技术啊，涉及到非常复杂的东西，然后现场呢也有非常完善的安保，另外呢也涉及到美国的这个国防安全，所以自然的呢就有相当的保护措施啊。而一旦说他申请了专利，把关键的东西说出来了，别人很有可能就照着他这个就弄出来了。而这个电动车的市场呢，就看到我们说的培育市场。它开放专利之后培育市场，它持续的领先，这样的话呢，这个特斯拉才成为全球第一的这个电动车品牌。那说到现在呀，这个李施培也好啊，金教授也好啊，包括这个全教授啊，就是他们相关的这些人，可能我觉得啊，还是没有具体的章程啊。这个具体章程是什么呢？他们还是在等待最终的论文发表之后再来搞。那现在我们之前介绍过，在8月1号的时候啊，是什么时候说过韩国三星啊会成立自己的核心技术办公室是吧？什么叫核心技术办公室呢？就是开发能把三星带到下一阶段发展的这个技术。那当然，没准他们现在也在紧锣密鼓的谈，但是现在看出来啊，量子能源研究所好像还没有和任何的其他大的企业达成合作。那到现在为止啊，我觉得他们已经晚了。这种事儿啊，比如说这个专利，已经有不少的中国公司在注册类似的专利，包括南京大学也发表了相应的论文，而这些呢，可能都能绕过它的专利，因为你的专利呢，你讲明白了，你这个方法我知道了，我呢可以超过你啊，模仿你，然后超过你。那这个情况下呢，你也没啥话说，是吧？这个就是只要你不产业化，不抢占市场，这个机会总是留给别人的啊。所以开发新材料的制备方法呀，这个绕过专利技术，我觉得在这些顶尖科研院所来说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当然，我对这个悍将那个呀是保留态度啊。我不是说他造不出这个 LK99样品来，他能造出来，肯定能造出来的。问题就是你造出来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啊？你造出来一个室温超导，你就是人家 LK99的这么一个复制复现，没有意义，是吧？没有意义。你即使你说不说磁悬浮，你也不说室温超导，你的视频里边就说了一个100%悬浮，那有什么意义呢？你这个东西将来一申请，成分一弄，你就是那个东西的一个复现啊，一个成功的复现。南京大学的论文可不一样，虽然是 2.7K 的，但是人家照他的这个方法已经做出了新的材料。那进一步发展会不会进一步的提高温度，到了高温超导甚至是室温超导呢？或者别的人做出类似的东西呢，也是有可能的。单就目前来说，我相信啊 LK99 啊，就是这个量子超导啊，量子能源研究所，他们的费用里边啊，一部分是过去一炉一炉的烧单，另外一部分很大的资金可能就投入到专利申请上了。找顶尖的专利律师合作，做一个完整的这个专利包围。实际上呢，你觉得啊，我的专利肯定是能绕过它的，但是不一定啊。那你律师说了才算是吧？律师说了也不算，最后打官司说了算。如果呀，我是说如果 LK99 到美国或者到中国到日本去打个官司，他能不能打赢呢？这就是个哲学问题了，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法律问题或是专利的申请问题。如果呀，我们就一般情况下来说，如果存在明显的这个模仿甚至抄袭，这个官司打下去呢，肯定是会有利于这个 LK99 的。因为主要的这些国家啊都有专利合作条约，那直接向就是所在国的这个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专利无效，就可以撤销你在另外一个国家申请的专利。另外呢，也可以在另外国家呢发起专利诉讼，请求法院判定禁止你的侵权行为。所以呢，比如说海关也可以禁止进口你的产品，因为你技术侵权嘛。所以这里边啊，这个 LK99 目前来说，尽管论文还没有发表，尽管他也申请了很多的专利，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他前期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好所以现在来说呢，
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就它这个技术啊，已经泄露的千疮百孔了啊，尽管就差那最后一锤子那个 know how 是吧？但是呢，我相信啊，很多的这个国家的顶尖团队，我指很多国家呀，就是世界上有名有姓的，不是说G8呀、G20啊什么的，就是只要有比较顶尖大学的这些机构，它面子上啊，表面上尽管说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不屑啊，那就是一言假，他们暗地里一定都在做。你就看南京大学的论文就知道了，他一定是受到了 LK99 的影响，但是没关系，人家绕过你了，是吧？南京大学能绕过，别的大学能绕不过吗？很有可能他们也能绕过啊。当然说对个人复现来说就比较难，就是说，当然你可以就是随机的去试，没准能烧出什么东西来，各种各样的土是吧？混合起来烧。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在这个绕开 LK99 的这个专利申请上来说，还得专业的专利团队和专业的这个机构，他们才有可能能绕过。这本来啊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规则，专利是个规则，绕过你的专利也是一个规则，是吧？那从这个我们前面说的最早的时候，这个有人向英国国王申请啊，就是向国王申请说什么呢？这个应该是培根在1620年向国王说呢，你应该给发明者专有权作为回报和鼓励。从1620年到现在600年了，这个东西一直存在，大家一直在研究这个专利保护，于是这个专利保护呢就有各种各样的绕过它的办法。所以呢，就像韩国人担心的那样的，这个技术啊不被美国夺走就被中国夺走。当然还有个可能就是合作嘛，是不是啊？如果说他们找了三星又找了其他的大的机构合作，找了美国的，那这个官司一旦打起来就不是个哲学问题了，就可能是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压力问题了。那甚至他们可能在中国也会找到代理人来打这个事儿，那就另说了，是吧？那好的，今天跟大家聊了半天 LK99 的专利，咱并不是担心它会不会被保护了怎么样，而是说呢，就这个事儿来说呀，后续的看点我觉得就在专利战上。您说呢？咱们下次再见，拜拜。